裁判拿毛巾了，好像裁判拿毛巾扔了。这边裁判看得很仔细啊，看得很仔细。如果说不能再坚持的话，裁判可能会叫停比赛。裸脚，这下应该是有了，这个很深，我们看一下。但是另一只保护手呢是没有到对方的头后。拍了吗？拍了吗？要拍了啊！拍了。王雪，荣耀擂台上的女中豪杰，在格斗擂台上，女选手是少见的。作为一名东北姑娘，王雪凭借她直爽的东北性格、出色的重击能力和不服输的性子，征战擂台犹如飓风过境，杀伤力、威胁力十足。在一场场的比赛中证明了自己，每次站在擂台上，她都倾尽全力，她都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她的整场比赛可以说是惊心动魄，让一群人过足了眼瘾。自从开始学习综合格斗，王雪的进步非常快，从当初那个稚嫩懵懂的少女，到如今英姿飒爽的擂台女将，可以说全迷一步步见证了她的成长。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她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吧。2019年5月25日，勇士的荣耀汕头站，王雪对阵克谢尼亚。克谢尼亚，白俄罗斯的18岁格斗天才，自幼练习柔术，柔韧性了得。王雪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一起来看看吧。比赛铃声敲响之后，王雪率先掌控了比赛节奏，接连的拳法攻势打得克谢尼亚有点招架不住了。克谢尼亚立马将王雪抱倒，王雪顺势布置手臂十字固。由于王雪是拳击选手转型而来，所以地面技术并不是很强，很快就被克谢尼亚挣脱了。好凶啊！你没有砸拳。王雪趁着这个机会突然站起身来，两人在角力过程中甩出了擂台。在裁判的示意下，两人回到场地中央继续。选择了一个内鼓，没有成功，被王雪做了一个反向的带摔。可是两个人已经出了绳圈，我们看裁判怎么判？好，裁判要求重新从站立开始。好，回到下位。那是在绳圈外的瞬间，裁判认为选手已经处在一个上下位的问题。王雪是拿到了下把位，但是对克谢尼亚的上位压制很强的啊。是。要不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两个人的搏斗，不是狮子和猛虎，而是两个女人的对决。你看到两位非常认真的职业女选手，漂亮，做了一个。克谢尼亚不愧是自幼习练柔术，很快就拿到王雪断头台的把位。尽管头被对手死死地锁住了，王雪并没有就此放弃，努力的挣扎，试图摆脱对手的钳制。如果肘接塞进去，王雪就危险了。对，现在王雪还有这个挣脱的机会啊！放开了。我们看克谢尼亚虽然加臂啊，但是他的右手手肘没有塞到下巴里。对啊，这样的是机会不大的。除非你把对方搅晕，好在对克谢尼亚的这个绝对力量不是那么强，看起来是相对瘦弱一点。王雪的左手慢慢掰开对手的控制，终于逃脱了出来。克谢尼亚立马做出应对措施，试图做手臂十字固，但是并没有成功，被王雪死死地压制在身下。王雪地面吸，不可以吸头，但可以吸躯干。退出来。砸拳，克谢尼亚抱腿，王雪压过去，再次拿到上位。克谢尼亚就像涂晓老师说，很敏感啊，这个绝对力量。经过一系列的地面较量，克谢尼亚找到机会站了起来。两位女选手认真的对战啊，非常有魅力。扫贴，左右的摆拳，扫贴，再抡。王雪是当年吉林省拳击冠军，2年的拳击冠军。对，王雪在这方面是绝对是有优势的啊。站立完全是成为了王雪的主场，克谢尼亚有点扛不住其拳法攻势，再次抱腿，试图将比赛带入地面。早有准备的王雪显然不会让对手得逞。要转换吗？不需要转换，在这个位置千万不要布置断头。转换，往背后，我们看他的右手把位什么时候松，松，好漂亮！哎呦，没撑住啊，自己的胯没有及时控制住。所以说在综合格斗当中，可能一点小细节就会导致你整个前面的所有的战术的布置，然后付诸东流。克谢尼亚的战力明显是不如王雪，对，所以说你看他站以后，他一直在刺激。王雪再次发动了拳法攻势，克谢尼亚被打得抱头鼠窜，有点扛不住这么猛烈的打击，最终慢慢蹲下身子。
裁判见状一把推开了王雪，终止了这一边倒的屠杀。王雪在擂台上再次展示了他飓风过境般的杀伤力。2021年7月28日，勇士的荣耀上海站，王雪对阵来自日本的选手任。任是一名综合格斗老将，打法凶悍又十分狡猾。赛前就曾推搡王雪不尊重比赛，王雪也下定决心，擂台上给对手一点颜色瞧瞧。一起来看看这场精彩的对决吧。比赛铃声敲响之后，两人都比较的克制。由于不够熟悉自己的对手，而且赛前两人也爆发了不小的冲突，两人谁也不想轻易暴露自己的底牌，并没有急于朝着对方发起进攻。王雪几次想主动出击，可是任都很好的给防了回去。看来日本人的站立技术也不错呀。这个缠着很厚纱布的这个左腿的膝盖进攻，是这个很明显，这个对手在左腿就是前腿上是有伤的。任这名选手呢是已经30岁了，对，也算是一名老将了。王雪呢今年刚刚22岁。但是呢，任身高臂展都是有优势的。两人迟迟没有进攻性的动作，裁判也是拍手不断的催促二人。任这位选手比较有丰富的地面经验，但他似乎非常的自负，并没有要将比赛拖入地面的意图，反而想和王雪进行一些站立对拼。左手打斧。因为其实刚才文琪老师也提到了，王雪呢是搏击格斗双修，之前呢又是拳击选手，所以说他在站立上还是有优势的。现在我们一会儿也看看任他呢在地面上他的技术特点怎么样，因为直到现在两个人谁都没有要进入地面的意识。正蹬漂亮。面对不按套路出牌的日本人，王雪也有点摸不清对手的意图，因此也没有什么激烈的进攻动作，比赛节奏也相对的平稳。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裁判见状也不得不再次提醒二人，提醒了，要对抗，不能这么打。我们看这个王雪连续出击的时候呢，任这边还是比较忌惮拳法这一边，特别是被击中之后呢，显得不是很适应。看看任这边会不会率先改变比赛的战局，想要去尝试一下近身缠斗或者抱摔。那其实我们看啊，这刚才镜头给到了任，我们看他的这个耳朵这个形状啊，应该说他在地面上应该是有着时间不短的训练的。对。但是从目前上来看，任并没有要进入地面的意思，好像要跟王雪来打一打站立。要看一看对手和自己站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对。那现在任也并不想主动的出击，王雪呢好像也还没有完全适应对方的状态，不敢主动的输出进攻，怕给对方破绽。所以说现在第一回合两个人都是在你来我往的这种相互的平稳的节奏当中来进行。对，刚才有一次要抱摔的假动作，任这一边，但是并没有去执行。根据综合格斗的规则呢，每一回合是5分钟，然后有3个回合10分打分制，每一回合是以倒扣的方式，根据场上的站立、地面比赛的控制和侵略性来进行综合的打分。这样遇到这场比赛现在第一回合纯站立的这种情况呢，那谁在站立当中更有优势一些，那就会打到10分，而败者是打到9分或者更少。但从目前上来看，站立上好像两个人的分别也并不是很大。对。从击中的数量来说呢，是王雪这边更好一些。是。最后
一直到比赛临近结束的10几秒，两人才真正的有一组输出动作，更多的进攻了。试探完了之后，我们不知道后面2个回合会怎么样。哦，好前摆，哦，终于有一组输出了。好，现在是双方的第2回合，看看双方在第2回合能不能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灵活和更多一些。其实刚才呢，我们在场边呢能够听到这个王雪的边角呢一直在跟王雪说，可以跟对方来拼一拼拳。因为其实是有优势的。而且在刚才呢，我们在看到呢，他教练在跟他布置战术的时候，也从动作上能感觉到，要王雪在这一回合当中加强拳的输出。比赛来到第2回合之后，双方都加快了一些比赛节奏。王雪一连套的组合轮摆给日本人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因为两人所在的量级比较小，所以很难造成一击必杀的场面。好的，这边后直加上勾，看来是无意当中打到了对手这个后脑的位置。那这场比赛截止到现在这2位选手呢都还是在站立的方面呢进行着这个互相的试探。现在呢，裁判再次提醒2位选手对，必须要主动输出进攻了。裁判的提醒是同时警告了2人。对。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综合格斗的整个的判分当中呢，其实呢，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个综合的判定，在地面上，在站立。王雪又是一波组合拳法的攻势，打得日本人连连后撤，相当的漂亮。王雪也发现了对手的弱点所在，多次进攻日本人已经受伤的左腿，给任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但因为双方这个是草量级嘛，就57公斤。可能一拳的威力不足以直接击倒对手。对，地面技术的运用，主动是不是主动输出进攻，然后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呢，有效的打击，还有降服技，多种的因素构成的最终的判分的结果。但现在呢，我们看，给裁判可能是出了一个难题了。对，但话又说回来对。如果一旦有一位选手抱摔成功的话，那对于这一回合的打分的判定又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其实刚才说到了王雪呢，她的是搏击格斗双修，目前呢她的格斗是4战3胜，搏击呢是3战2胜。而且其实文琪老师刚才也提到，王雪呢可能更倾向于综合格斗，因为也想呢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来加强整个国内的女子综合格斗的这样一个潮流和状态。好的，前直加后扫，可以再多一些这样的这个腿法的进攻。那现在我们看到，任前腿支撑腿上被王雪呢已经扫的是有一些印记了。2个人在进攻上还是我不知道是互相有所忌惮，还是在战术上是这么部署的，场面打的依然是比较沉闷。再来击扫，好的。任的前支撑腿已经被王雪的多次低扫，我们看在腿的内外侧的已经是有了累积的伤。
日本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膝盖，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终于一个抱摔将比赛拖入地面，但已经为时已晚，结束的铃声让他无法有更多的动作。之前没有使出来，比赛还有10几秒，这个变比赛局势的这样的动作。其实刚才在比赛来到第3回合之后，王雪还是瞄着对手的左腿进攻。日本人的大腿实在承受不住，只能改变自己的战术，选择抱摔进入地面。早有准备的王雪将其反摔拿到上位压制，王雪反制压倒了。对，这次王雪是做好了准备，因为前面2个回合对手只跟他打站立，可能一下子来抱摔没有准备，没有适应啊。对，但现在也不同了。现在下位的刃就是完全缠住王雪，不给王雪起身和做附加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似乎是要让对手啊想办法，因为没有进攻，然后站起身。好，拿到一个上身位，但是刃还是紧紧的锁住了王雪的2只手，是想要布置3角或者是手臂十字固，因为把王雪2只手啊是抓得很软。王雪再次挣脱日本人的手部控制，正欲进行地面锤击，遭日本人一脚蹬开，场面真是一波3折呀！进入到地面之后呢，刃也并没有更多的布置战术的机会。双方又一次回到了地面，回到了站立的状态。哦，高扫，前次的迎击。两人回到站立之后，王雪的拳法再次发威，将日本人堵在围城边暴揍。对，好，刃现在主动是进入了抱摔，现在连续砸击，砸2下起身。每次刃想起身，但是就被王雪给打回去，不给机会。好，连续的砸击。面对一直躺在地上的日本人，王雪决定不再给对手机会了，直接猛扑上去进行地面砸拳。输出，连续的砸击，不知道刃现在是不是能够坚持？这边裁判看得很仔细啊，在看得很仔细。如果说刃不能再坚持的话，裁判可能会叫停比赛。在王雪近乎疯狂的砸击之下，裁判叫停了这场比赛。王雪再次展现了飓风之力，以狂风暴雨般的姿态结束了比赛。2019年8月5日，勇士的荣耀埃及站，王雪对阵德国选手法利达·阿利。法利达是一位双修自由搏击与综合格斗的选手，常年在泰国训练，在站立的表现尤为的出色。王雪这一次可谓是棋逢对手啊，他又会如何应对呢？一起来看看精彩的比赛吧。在正式开始，王雪对阵法利达·阿利。王雪一般是在这个级别身高不太占优势，因为维度相对。比赛铃声敲响之后，王雪一改往日风格，不和对手进行站立对拼，主动将对手推倒进入地面缠斗，随后齐乘砸拳一气呵成，迅速控制了场上的局面。我的占优势啊，但是在这个绳圈边上，王雪有点吃亏，把位置转了过来，砸拳。现在王雪处在一个高位齐乘，是要做十字固吗？现在这个场面就是王雪完全这个掌控，对。下位的这个阿丽的柔韧性不错啊，这也是女选手很多的优势。砸拳连续的砸击，王雪高位齐乘以后，其实下位选手就很难逃脱了，因为已经脱离了胯部可以上下移动的这个空间。这还是第一次看王雪主动进行地面较量呢。
处于下身位的法利达柔韧性突出，一个起桥试图挣脱王雪的控制，但挨了数十下重拳，一时无力反抗。有了，这个很深，我们看一下。但是另一只保护手呢是没有到对。王雪则是抓住机会布置裸脚，法利达瞬间被锁喉，无法喘气。裁判见状叫停了这一场比赛。王雪首次以降服的方式拿下了综合格斗的胜利。这一战对王雪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她克服了对缠斗的恐惧，第一次在地面上终结对手。相信王雪这位选手在综合格斗的擂台上会不断的给拳迷们带来惊喜。那大家喜不喜欢王雪这位选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3连再走呗。女子比赛。张伟丽一脚爆头险些踢出人命，对手当场昏迷生死不知，医护人员紧急输氧进行抢救，生怕晚1秒对手就命丧当场。这位昏死擂台的选手是来自白俄罗斯的女战神莉利亚卡扎克，她绰号为孤狼，擂台上可谓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一度拿下了18连胜的优异战绩。因此他将目光放在了张伟丽的身上。在他赢下最近一场比赛后，他立马隔空叫阵张伟丽。张伟丽，听说你很厉害，那是因为你没有碰到真正的高手。如果你的对手是我，相信我，仅只需要1个回合，我就能够把你打得躺着下擂台。我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因为我有这个实力。听听这狂妄的语气，就是不知道待会他碰上了张伟丽，是否还是一如既往的硬气。面对来势汹汹的莉莉亚卡扎克，我们的中国女拳王张伟丽霸气迎战。赛前当张伟丽听说莉莉亚卡扎克的嚣张言论，她并没有选择和对手争辩，因为张伟丽明白，只有在擂台上彻底击败对手，才能让这些跳梁小丑永远的闭上嘴巴。任何时候都需要用实力来说话，咱们的张伟丽就是这么的霸气。就让我们长按点赞3秒，一起为中国女王张伟丽加油助威吧。张伟丽啊，在昆仑决的已经征战3次，3战3胜，而且外界的评价对她越来越高。张伟丽的比赛呢，确实是非常喜欢。这个选手的启动速度很快，单击爆发力也有，地面移动速度也很快，交劲儿。比赛铃声敲响，两人未经试探直接开战。作为摔柔大师的莉莉亚卡扎更希望将比赛拖入地面，于是他突进内围和张伟丽进行缠斗。张伟丽力量优势明显，很快就将莉莉亚卡扎克摔倒了，将其死死的压制在身下。张伟丽拿到了优势的上位压制。莉莉亚卡扎克不愧是摔柔大师，他的地面防守十分严密，双手牢牢的铐住张伟丽的双臂，以此来遏制张伟丽的砸拳攻势。对方是现在没有做其他的动作，双方是在僵持当中。张伟丽手臂呢现在已经逃脱，刚刚呢是对方是控制住了张伟丽的这个手臂。蓝方在下位的时候，但是张伟丽的这个手臂啊，现在是被对方控制住了，抽出来一只手。在这个空间下，其实下位的选手可以布置手臂十字箍的。对。当然这得还得是配合虾形和身体的移动。我相信张伟丽应该不会这么简单的就给到他来做。好。这个封闭式的防守呢，确实是做的比较严。双方这个蓝方选手，尽管莉莉亚卡扎克的锁技十分娴熟，但张伟丽核心力量优势更加明显，硬生生挣脱了莉莉亚的控制，或腿击成一气呵成。莉莉亚还未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张伟丽骑在身上了。张伟丽利用肘砸击莉莉亚的头部，莉莉亚翻身尝试逃脱，但是张伟丽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又一次将莉莉亚压在了身下。双方教科书式的地面较量，真是让人目不暇接。成了，已经齐成了，对方在这起桥啊，起桥的时候，张伟丽做了一个现在是背部手进去了，可能要做一个裸脚。手进的没有那么严打击。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直播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结果呢，将在通过稍后江苏卫视屏幕下方的游走字幕向观众朋友们公布。本场比赛完整的比赛视频也会在以后的节目中为大家呈现。观众朋友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是由红坤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昆仑决世界极限格斗大赛。感谢中搜悦、昆尚服饰、艾灸宝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昆仑决每站的赛事行程跟大家做一个预报。7月31号，昆仑决济宁站
8月7号昆仑决日本东京站，8月14号湖南长沙站，8月20号山东济南，9月10号、11号福建福州站。我们不见不散，感谢大家。两人回到场地中央，莉莉娅为了躲避张伟丽的肘击，双脚撑地将下半身高高抬起，这让张伟丽失去了着力点，因此无法进行有效击打。比赛临近尾声，张伟丽多次调整进攻方式，莉莉娅尽数化解，并且成功反压了张伟丽。奈何比赛回合结束，此时的莉莉娅已经无力回天了。我们看啊，通过刚才的比赛，张伟丽其实在地面上一直在变换着很多的位置，占有很大的优势啊。我觉得张伟丽这个选手啊，交劲儿很足，反应很快。对，但是动作本身呢，他这个动作的清晰度过于清晰了。对，我看他刚才这个摔法很轻巧的一个摔法。对，但是蓝方选手在站立上并不是特别吃亏啊，而且爆发力也很快。是。我们看地面的砸拳，其实并没有造成很大的杀伤力。好，这是一个齐寸的砸拳。好，我们来进入第二局的比赛。比赛来到第二回合，莉莉娅改变战术，悍不畏死地发起了拳法攻势，这正中张伟丽的下怀。拳法对拼，莉莉娅明显不是对手，张伟丽每一拳都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对方身上。眼瞅着拼拳不是对手，莉莉娅又开始和张伟丽近身缠斗，张伟丽再次摔倒莉莉娅。看看能不能拿到好位置。对方的这个封闭式防守啊，做得很熟悉。对，转换的也很快。对，又是一个封闭式防守啊。张伟丽现在在上一回合的时候有同样的这样一个局面，结果张伟丽呢一条腿呢是很强力的插进去。我很少见到那个动作啊。对，尖缝插针很强。这就是一旦有空的时候，还得说明这个选手的力量素质很强。对，比对方大的时候有空才能进去。是的。而且呢，这时候他拿了张伟丽的两只手臂，让张伟丽没法发力。你看，肘击，肘击好。就是海哥，我再问一下，张伟丽调整好自己的位置后，朝着卡扎克的脸部开始肘击，一肘接一肘的砸击方式，打得莉莉娅有些吃不消。莉莉娅开始转变防守方式，成功拿到手臂十字固把位。张伟丽核心力量明显，竟直接将莉莉娅提了起来。
砸开了对手的锁技，拿到侧位压制的张伟丽又朝着莉莉娅的肋部击打，锁技已经给砸开了。对，这个对付这个封闭式防守啊，在 MMA 史上有很多经典的战例，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的前 UFC 重量级冠军昆汀杰克逊，就是狼人，对，就会把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把对方整个的高举起，然后摔在地上，把对方砸倒，对，直接砸晕对手。其实，在下位的时候，这种封闭式防守可以很方便的配合虾形啊，对，配合双腿的控制对手啊，做地面的 armbar 的转换，也可以在往上位的移动去控制对手的这个颈部做三角脚。三角脚的时候呢，还能做除了脚之外呢，颈部之外呢，还能转化成肩部啊，转化成手臂的锁击，对，都是可以做的。我们看到蓝方莉莉娅的脑门上，刚才被张伟丽那一个狠狠的肘击啊，对，很明显的是肘尖砸到了这个额头上。对，现在呢是这个莉莉娅的双腿大扣是拿住了。控制住张伟丽的一条腿，张伟丽一条腿在里面，好像有机会抽出来，又是一个肘，对，还是有机会砸肘的，对，进行地面砸击，连续的肘法，哦，而且你看张伟丽在做砸击的时候啊，身体一直还是在做移动。这次拿到很好的一个位置。对这个位置的话，我过去看张伟丽的比赛，张伟丽是在这个侧位的时候，能够很迅速的强力骑乘。对今天呢又是连续的砸肘，但是张伟丽的选手很清楚，每个动作都会为其他动作做铺垫。对，莉莉娅的转换也很快啊，要做三角脚的，没有搭上，没有搭上。莉莉娅的转换已经也很快了，这个下位这个选手转换非常快，在力量上肯定是比张伟丽稍微可能要差一些，因为经过张伟丽不断的肘击，莉莉娅近乎油尽灯枯，她的头部也已经肿出鸡蛋大的包。在裁判的干预下，两人恢复重回站立。好，裁判让他们重新从站立开始。这个战斗种族的这种称谓啊，真是名不虚传啊。对。他站立上这种大范围的这种抡拳，也有几下确实砸到张伟丽的头上。这两个人的体力啊，经过这个长时间的地面搏斗啊，体力在这时候，张伟丽如潮水般的拳腿攻势，打得莉莉娅抬不起头来。一记击腹拳后，张伟丽突然一招高扫腿封喉，莉莉娅当时就倒地不起。裁判赶紧上前查看情况，张伟丽以 KO 的方式拿下了比赛，实在是太霸气了。里霍尔姆那一脚给斩获马下的。对，在张伟丽踢出那一脚的时候，我脑子当中瞬间就出了这一个画面。对，这高扫特别的准。你看，当起腿的时候，对方的意识。这一场比赛中，张伟丽展现了绝对的力量压制，加之娴熟的地面技术，已经出具征战 UFC 的资格了。这也为日后张伟丽叱咤国际擂台奠定了基础。大家喜不喜欢张伟丽这位选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